Hello，大家好，我是巴斯特，欢迎来到我的玩具分享时间了。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我们的1版超能链接 Super Link 里面的巨神擎天柱超级模式。那也可以看到它的尺寸是相当的巨大的，除了车头，还有这个车厢啊，也是它合体的几个部件收纳的一个格纳库。那唯一一把配件呢，就是它的小枪，也可以收纳在这个车的拖挂上面。那也是可以达到一个全收纳的效果，还是挺不错的。那接下来我们分别介绍各个部分，先从车头开始介绍起。那我们先来看它的一个车头的表现，我们可以去找一些比较早期的这个设计稿来看，它的车头是非常还原的。整个车玻璃的位置啊，车灯的位置，保险杠的位置，还有这两个轮胎的这些位置啊，这些车灯的表现都是有对照的，车头的还原度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在看到这个动画片里面定稿的时候啊，就发现有些地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它这个雷达，它这个雷达跟后面天线的部分，按照 TV 动画里那些稿子来说，它应该不是在一条线上的，它应该这个雷达向前以后，这个天线还能往后，但实际上它是被锁定在一起的，这就是一个球关去连接的，还是在一些小地方做了这个省略，做了这个阉割啊。但是总体来说，它的车头的表现啊是非常够格了，非常的还原。但是我们一旦把它翻到后面来看，就发现有不对劲的地方了。那这是一张它后面拖挂的这部分收纳的一个设计图啊，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后面的表现是过于方了。在原来的设计稿里，它是有一些非常明显、非常圆润的线条，像这种肌肉的线条一样，但到了后面就成了这种非常圆的方块啊，这个差别还是比较大的了。那至于这个枪收纳的这个方法不一样呢，我就不是很介意了。但是有一点我觉得非常的遗憾，它这一把小枪的配件呢，跟设定稿里一个类似于左轮枪的一个手枪的造型是完全不一样啊。可能唯一有相似的地方就是扳机这里啊，那整个枪的造型完全被修改了。我认为非常遗憾的一点就是它这个左轮枪是跟它的轮胎是有一个呼应的。当然呢，这里是我的一个主观的臆测，我没找到相关的访谈啊，是我这么单方面的认为啊。因为你看它的轮胎里面正好是6个这样的小圆洞啊，对应了左轮枪里面6个弹仓的位置啊。特别是这张设计稿里面，它把这个手枪的造型啊，这个左轮枪的造型跟这个轮胎的样式正好画在了一起啊。所以呢，我单方面的认为这里是个有意为之，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等到了玩具出货了以后，发售了以后，这个左轮枪被删掉了。那1版的擎天柱经常被戏称为孕妇柱啊，就是因为它要兼顾合体，导致它的人形特别的丑啊。但就论这个载具啊，这个赛博坦的卡车头来说，我觉得它的表现至少还原了80%以上啊，还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车头啦。特别是它的这些涂装啊，都非常的给力。我这是一个日版，比较的鲜艳啊。整个车头是用的一个电镀的一个零件。侧面来看呢，这里也是一个汽车人的浮雕啊，相当的给力啊。这里面轮胎都有上漆，油箱也都有点缀，整体的车头表现是无可挑剔的吧。那它唯一的玩法就是把这个类似于雷达一样东西翻起来，这样让它转一转，就相当于在探测一样了，也是剧中出现的一个镜头。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擎天柱啊，非常简单的一个变形好了。首先第一步呢，把手臂直接拉出来，然后把这里拳头给它通过这一个按钮给它拉出来。那这个合体形态下的大头的这个帽子呢，我是习惯给它翻一面啊，放过来啊，这样可能比较好看一点吧。其实呢，这个地方它有的设定稿里面它是在这一个地方长出来的，但是玩具它是坐在上面了。说实话是有点影响到美观，因为你在这么上的位置，你从前面是能看到这个地方，非常的这个多余啊，非常碍眼啊。那我们还是继续来变形吧，把这整个拖挂呢往上一抬，腿放下来。这里面都是些齿轮关节啊，非常的响，这样子给它折叠上啊，这样就 OK 了。腿部呢，前脚掌、后脚跟依次给它翻出来啊，那这样子变形就基本就完成了。最后呢，我们抠动这个地方，让它这个脑袋出来就行了，特别给你留了个地方去抠动啊。那这样子我们的1版擎天柱啊 Grand Convoy 就已经变形完成了。那我们来赶紧看一下它人形下的表现吧。整个身材呢，说实话，我们可以先去对照设定图来看，它这个身材比例是完全做崩了，是为了合体牺牲了单体的一切啊，非常糟糕的一个身材比例。整个腹部、胸口都加宽了非常多。虽然它这里是有一个收腰的一个结构，你这样看就会正常很多，但是一旦加上这2个轮子啊，
就显得它整个是一个梯形的一个身材，非常的宽啊。那胸部的一些造型呢，都是跟载具形态是一模一样的，就没什么好说的啦。两个手臂上面用的是这种派系的标志，里面是个汽车人的浮雕啊，一个透明的浮雕，非常的好看。我特别要夸一下他用的这个白色，这个白色就是那种复刻猛犸用的那种珠光白啊，非常亮的白色啊。日版的这个配色要比美版要鲜亮非常非常多，我觉得还是日版的更好看一些了。那我们还是来各个面先看一下，最后再来跟设定图做比较，到底是哪里做的这么糟糕？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它的整个身体做宽了。如果你把它稍微缩小一点，想象一下，它的手脚的比例还算是正常啊，显得它肚子非常大。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防撞杆，这个保险杠这里非常大，把它的大腿全都给挡住了。你从侧面来看，它其实是大腿这个长度不算矮啊，只不过它正面这个零件全都挡住了，显得这个腿非常的奇怪，非常的短啊。虽然刚才讲了非常多的缺点，但还有一点是最致命，就是这个头雕。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实物头雕能做成这个样子啊？我们可以去比较这个原设定的几个头雕的造型啊，它明显是往两边拉的那种造型，但是它的实物呢，就显得这个脸是往上下去拉，变得非常长，像一个马脸，像一个马头一样，非常非常的丑，而且眼睛又细又长，口罩也被拉长了非常多啊，整个面部表情是相当的呆板。这个头雕左右变窄，上下变宽以后，还有一个问题会影响在它的大合体上面，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啊。那人形下的各个方面表现其实就是这样了，可动方面也没什么好讲的，关节都非常简单，都是些齿轮关节这样子动一动啊，它是没有平转的，你敢想象？没有平转啊，真的是令人发指的一个可动啊。腿部呢，踢腿、屈膝，角度都还可以，但是这个屈膝的位置啊，有点太靠下了，又是犯这种毛病，也没什么办法了，毕竟时代所致嘛。脚部的接地不用想了，它往侧抬呢，这里有一个让位的关节，它可以去踢的比较高吧，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可动。其实我平常很少去这个喷一个玩具，或者是吐槽一个玩具啊，我主要觉得有点惋惜啊。可以看到原本一柱的造型是非常健美，非常有肌肉线条感的这么一个外星的卡车头的形象，但实物做出来以后呢，让人大跌眼镜啊！如果有一天这个一版擎天柱能够得到机会重置，我希望用这个国风高石这一版设定图的美型来重新修一下这款玩具啊。它的配色，它的造型，其实我是非常喜欢的。但是这个表现就实在是太糟糕了，而且它这种糟糕不是说做的特别烂，是感觉你什么都做了一点，但是全都没有做到位啊，就非常的遗憾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车厢的一个表现啦。那翼柱的这个车厢啊，这个造型是一个菱形的一个车厢，还是比较少见的吧。其实，那各个面先来看一下，它这里也是有开窗的，让你看到这个支援机甲，还是挺不错的一个表现啦。那现在是车厢，我们还可以把它变成这个格纳库的模式啊，经过一个小小的变形，看到这里啊，先给它倒过来，这有1、2、3、4个支援机器人啊，这4个支援机甲。然后呢，我们把这边这个黑色的这个部件呢，给它去拿下来，给它放下来。变成一个支撑的一个支架，它就立起来了。然后把这个东西啊，这个应该是某种机关枪之类的这个设计吧，我也不是很懂啊。给它稍微绕开位置，然后把整个这一个天线啊，这相当于一个雷达嘛，又是个雷达，给它打开。然后我们按照顺序吧，这个1号机啊，1号机出动啊，出动。它通过这一个滑槽一滑，它就顶出来啊。那这边这个2号机呢，它就不能滑了，因为它是一个直升机啊，慢啊，给它就要简单的变形一下，给它稍微变形一下，变成一个直升机。2号是一个白色的直升机啊，给它放过来。其实这个也要简单的变形一下，它这个是一个消防车啊，它这个云梯可以进行一个展开的，我们拉住这个底下这个关节，给它抽出来，就是这么一个造型了啊。这还有一个小炮可以去动一动啊，就是一个简单的可动。云梯呢也可以上下的动一动啊，这几个支援机甲的造型跟设定图都是完完全全一致的，就不用去特别给大家介绍了，这就是相当的还原啊，非常的还原。这边也是给它拉开啊，这是一个潜艇4号机，那大概呢就是这个样子了啊，整个基地就完完全全的展开了。我们的翼柱呢也可以拿上武器去站在旁边进行一个合影啊。
算是一个基地模式吧。这就是它的一个简单的玩法啊。这个尺寸呢，可能还是偏小了一点啊。这个车厢可能真实的车厢要再大一点才行啊，因为这个翼柱站起来以后尺寸还是非常大的啊。那这大概就是它的一个简单的玩法。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合体吧。那合体之前，我们先要对翼柱做一些简单的准备工作，就是把这个拳头给它收回去，然后手臂呢打平啊，打到这个位置就 OK 啊。另外一边是同样的操作，给它打平啊，变成这样子。然后这个脚呢，给它再收回去啊，两个脚掌收回去啊，这样子就可以准备合体了，变成一个大字形，就等待合体吧。接下来这几个支援机甲我们也给它变形啊。首先是这个消防车1号机，把这个前面的这个车头给它打开啊，然后两边呢往下放，把这个拳头啊给它拿出来，拿出来以后再把这个片儿给它折进去啊。这样子，最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按住这个根部这里啊，把它给它拉开啊，变成一条手臂。其实它这个拳头，你看它是，其实当哪边都可以啊，我们就按照设定里来吧，让它当这边的这个手臂了。2号机的变形也非常简单，就给大家随便变一变好了，给它再收回去。但其实呢，我个人是喜欢把它的这一个，怎么说呢，把这个螺旋桨让它露出来啊，就变成这个样子，这样子啊，给它露出来，然后把它整个给它展开啊，变成这么一个造型啊，变成一个大风扇一样，像是这个掀起龙卷风一些攻击一样。这条手臂也变好了。3号机的钻头变形更简单，我们先把它往上一顶，这个地方有空隙出来以后，把这个先解锁。这个地方零件是经常有人掉啊，因为它这个锁扣一崩掉了，找不到了啊，给它往上去收纳，然后呢，钻头打平啊，变成这个角。4号机的前顶更简单，跟这个钻头也差不多，甚至还少了一步啊，这么一掰就变形完成了。那接下来就是这个激动人心的合体时间了。巨神擎天柱超级模式就已经变形完成了，合体完成。那整个造型来说是要比单体要顺眼了不少，至少这个四肢的比例还算是正常啊。合体之后，整个胸甲打开以后，这个电镀是非常的漂亮。我们按住这边的车门可以触发它的一个机关，就是会亮光啊。日版是把这个声光给阉割掉了，只能去亮亮灯了。我们继续来说之前提到那个槽点，就是它这个头雕。它这个头雕啊，它变长了以后，就导致这个帽子扣上以后感觉非常怪啊，像是这个脸填不满这个帽子一样，你怎么看它都有缝隙可以看到后面。大家能看我的手吗？这个缝隙，这就是这个头的一个弊端。如果它像这个设定图里面，像两边那样子扩展一点，就不会让这个帽子显得这么空，戴上去这么的不合适。但总体来说，这个头雕还是可以的啊，但是可动性就有点弱了，因为它里面是跟后面是连在一起的，只有一个非常小的角度的一个旋转了，而且它这个天线说实话做的是有一点点的大，还有这个导弹这个帽子是做的稍微有点大了，这个脸就显得非常小，但是戴了一个高帽一样，不太好评价吧。如果要打分的话，这个头雕10分，我可能会给一个6分左右啊，算是一个比较糟糕的表现了。那其他部分的可动性呢，就还好了，这个踢腿啊、屈膝，这个都正常了。但是这个特别的重，而且它没有一个接地，就导致啊，你站稳了以后，只能去这样劈叉的站，一个大字形站，这样的姿势可能不会特别好看吧。手臂的可动也比单体要正常的多啊，这个可以看一看，它是依靠这个根部的齿轮去旋转的。然后这里呢还有一节弯曲的关节啊，大概有60度左右。然后这个外摆内收也是有啊，不过是在这底下，拳头呢也是可以去这个，拳头不能转啊，拳头我怎么记得拳头好像能转来着啊，记错了。那大概这就是它的一个可动的表现了，而且它这里面没有设置一个卡扣啊，就是它是放在这上面的，你玩着经常这个帽子就飞起来或者干嘛，还是比较有槽点的吧，玩起来还是比较糟心的。
那人形下单体的大枪呢，也可以给它装上，这个插孔都是一样的。给它装上以后呢，就是这个全副武装的模式了。这就是我们的巨神擎天柱啊。那它除了用消防车跟这个直升机当手臂以外，下面的也可以当手臂啊。我们简单的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了。那也是很快速就把这个替换完了。总体来说就是变成了一种工程机械的感觉吧。这边是钻头啊，这边是一个钳子。这个消防车跟这一个直升飞机变成腿了。按照道理来说，你想怎么换都可以啊，因为它的四肢都是兼容的，可动性也没有任何的变化，它都是用了一套关节啊。简单看一下吧，还是，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互换玩法了，有点像现在的这个狂野之王啊。那好了，今天也是给大家非常详细的吐槽了一下这个翼版擎天柱了。我个人还是非常欣赏 AEC 时代对于这个传统形象的一种创新、一种突破了。所以呢，无论是 A 版、E 版、C 版的擎天柱形象，我都是比较喜欢啦。但是大家都知道，E 版的汽车人是相当于被这个上下玩法拖累了非常多。1版8.5都挺正常的，1版的汽车人就是让人感觉有点很奇怪啊。那擎天柱也是这个受害者之一啊。我们回头去看当初的一些设计稿，发现他的身材啊，他的身形还是比较正常的，只不过这个玩具出货的时候呢，就导致变得有点奇奇怪怪了。那还是比较遗憾吧，希望有一天翼柱能够重新的重置啊，让这个设计稿里的形象啊再跟我们见面吧。那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巴斯特，我们再见吧，拜拜。